苍狗嗷叫，观众看了一个我的叫。网友来信称说我们直播间都是看提词器念词儿，这根本就不存在，可以翻页了。死劲了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狗直播间。苍狗嗷叫，观众看了一个我的叫。我是主持人何文俊，我是主持人宋木子。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网友留言。好的，有网友来信称说我们直播间都是看提词器念词儿，质疑我们的专业素养。在此我们严正声明一下，我们都是专业的，提词器根本就不存在，也不存在看这个事情。当然了，开玩笑呢。啊，我们来看第一条简讯。好的，我们提词器这个事儿不存在吧？啊，我们来看第一条简讯啊，我们可以翻页了。翻页，翻。好，第一条简讯来了。啊，意大利著名景点比萨斜塔每年以1.72毫米的速度缓慢倾斜，导致了该网页无法显示，点击鼠标左键刷新。幽默啊，幽默！来，我来读。比萨斜塔以每年1.72毫米的开机速度击败了全国98%的电脑。连线场外记者来。好的。好的，主持人，我现在就在比萨古城。比萨斜塔在关闭6个月后终于对外开放，但是我们看到来往的游客依然寥寥无几，主要原因还是意大利多数民众都在隔离之中。意大利记者发回报道。感谢前方记者。刚才他说到那个居家隔离啊，对。隔离呀，我们知道妆前上一层隔离对皮肤好。要不你说一下对隔离的看法？这个隔离呀，对，隔离，北方叫嘎啦，南方叫蛤蜊。连线的场外记者来。主持人说蛤蜊的事儿啊，对，蛤蜊在我们东北也叫蚬子。意大利记者发回报道。亮，他不翻页，我修不了。不，你快来吧，快！不是我说了多少回亮，他不翻页，他亮。不是我修了，切我俩了，现在切我俩了。亮，躬耕于南阳。躬耕于南阳。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而先帝不以臣卑鄙。来连线一下场外记者，谢谢。我今天呢，其实这边就一句话，我都下班了。完了，刚才也不知道他俩为啥还在这切我。你看这会儿搁耳机里搁这哦，你说你奶奶你。我们说这个对，奶奶是爸爸的妈妈，对，爸爸的妈妈叫grandma，爸爸的爸爸是grandma。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，前方网络信号有些卡顿，没什么事儿，建议不要再切了。刚才前方记者说那个信号它有点卡顿哈。卡顿。其实我们直播间的信号啊，也有一点卡。卡顿啊，当然了，我们肯定不是因为要拖延时间了，是的，确实是因为有点卡顿啊，因为太卡了，还是切场外记者来。好的。我就知道你俩还得切我。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切我吗？来，你切我，跟我走啊，别动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今天就一句词儿，我一句词儿完了下班了。你说你俩就按照提词器念呗，那提词器搁这提词，这也太尴尬了。
导播别切我，切他。别切我，切他。别切我，切他。这样吧，啊，两位主持人，直播还有3分钟，你俩自己想想办法吧。我先回意大利了。你回。哦，那个事已至此啊，事已至此，今天观众朋友们来着了，各位父老乡亲们、亲朋好友们，你们来着了。干啥呀你？我和我的搭档带来一段压箱底的说唱。别啊！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帮我俩找个班上。来 ，DJ， drop the bass。主板这么一打呀，那别的咱不夸，咱夸一夸，咱夸一夸，咱夸一夸。主板这么一打呀，那别的咱不夸，咱夸一夸，咱夸一。我。夸一。别夸了，连场外记者了。这样吧，今天大家来着了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爬比萨斜塔。主持人，你俩还有没有啥大活了？来。中华有神功，我是一张弓，战是一棵松，步要做如钟，走一阵风，安全和背对，少林武当功，太极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功，使劲儿。耶！我是一张弓，战是一棵松。兄弟们，终于下班了！我的妈呀！不要做。太棒了，玩的开心。哎呀，你果真没有说错呀！就是啊，你是不是看前面的时候还以为他们要好好演呢？其实我在前面的时候吧，蛋总在旁边笑，我觉得你这个臭脚捧的吧，也确实是这在干嘛？你知道？我太了解他们了啊，他们就喜欢演这些东西。来吧，还活着的都出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老师们好，老师们好，大家好。好。谁是编剧？还珠老师。对，还是还珠。又是你啊！怎么风格完全不一样呢？还是我？不是，就是他们包括那些撒狗血也都是你编的吗？那个我撒不了这么狗血，他们太狗。这是 SNL 中间的有一种风格，就是类似于这种狗驼子表演风格，对。就是生理好笑，就愣来。对呀、愣来开心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耍狗驼子，它其实这是大家一个戏称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演状态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你比如说很简单的 S2 有个特别经典的画面，就是金凯利在出租车上那个摇头三人组，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狗驼，毫无道理，那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，用一个夸张的表情或者是表演状态，能达到直接逗笑观众的效果。创作过程是啥样？就是一般就是像这种撒狗血就撒法，就怎么你们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？
其实刚开始我们就想一个就是这种好玩的设定嘛，然后把我们框架搭好，然后看哪一趴能稍微撒一撒狗血，然后就来一下子。但是就是你要一直撒，可能观众会很不适，所以就是铺到最后该来那就全都来吧。对，所以最后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出来。对我们觉得他就是你照片放那儿了，其实掏坑我跟何文俊就够了。对，其实这个环节应该没有他，下期他也不在。就我出来，我怕观众害怕，但是我不出来吧，我怕我自己害怕，就感觉这事儿圆不回去了啊。前面还是假装有点剧作结构，然后结果后面就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啊，熟悉的环节和你飞。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什么学术角度去点评这个不行，这个真不行，这个不行了吧？这个对学院派的是不是一个考验？啊，学院派说一说。那个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就是刚才李诞老师说所谓的撒狗血，老师是要批评的。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老师说你不要撒狗血，这是贬义的，啊。如果一会儿我投票，我没有给100分的话啊，我是觉得是你们这么好的素质，为什么要撒狗血？撒狗血很过瘾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还是最后你会发现，走到那个正规的戏剧逻辑当中，你们的能力，我觉得可能会完成得更漂亮。我特别同意那个于老师讲的，因为今天特别好，是因为有了这个导播的这个模式，一下子把你们那个剪切给完成了，那个其实是效果是翻倍的，亮。但是我其实特别期待看到你们表演当中又有不一样的那个东西。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，我就特别不同意于老师和徐老师刚才的这个意见啊。你们就好好的，天天让我乐的眼泪就是哇哇的，就挺好。我再给几位老师补充一点信息，他们仨分开，至少何文俊和木子分开都演过剧，影视剧啊。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可正常了。哦，是很好的演员，但他们凑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就这德行，就是改不了。你都这么了解，那么好，为什么人家？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有点耽误他们，就我们那个舞台没法呈现这作品。没有，效果文化是我的大学。就是蛋总，这话。我相信你是真心。蛋总，就是贵公司还有没有这样，你们也没有办法帮他呈现的？还有没有？行吧，反正离开效果不算是弃暗，到这儿是算投名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全场观众啊，记得给3狗直播间投票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3位的票数，观众分数。很高可以，6300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组委会分数。谢谢老师各位老师，300分。来看看总分数，6600，很吉利的数字，吉利这个。目前排名第3，3狗直播间。好，恭喜3位，谢谢。OK，谢谢大家。